我的胸口不是公共设施。徐小怪，我知道那个奇怪的心跳声从哪来的。这里，好像只要稍微的距离远一点，就会不安的跳个不停。由于是你救了我的原因，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心跳频率是相同的。只要靠近就能感知对方的存在，太近或者太远的话，就感受不到了。你对我也这样吗？只要你情绪波动大一些，无论多远，我都能感受得到。难道这就是电影中传说的心电感应？我更愿意称之为相互牵制的作用。那范围呢？不清楚。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往那边走。听不到，继续走。停，有了。大概100米就能听到你的心跳了。你再继续走，看看多远听不到。好。大概1公里就听不到了。已经很远了。现在心跳声还很大，继续走。能听到吗？能。你确定？继续走。现在呢？喂，喂，能听到吗？喂，再见！500公里以外的雪妖怪，永远不要再回来了！回来了，你的速度也太慢了。大仇未报，需要想个办法，让他主动留下我才行。就这些。真的，田小姐怎么可能会被人威胁勒索？她不勒索别人就不错了。那我们家呀，小池的钱都到哪里去了？你听说过收入上了排行榜的女明星日子过得苦巴巴的啊？伯父，你对我凶也没用啊。田小姐对我也很抠门的，我每个月除了房租跟吃饭，都没剩下什么钱。就这么一点工资你都敢做，可见你对我们家小池图谋不轨。我这一点就看出你的人品，你的个性，糟糕死了！没有，怎么可能啊？这你还到了家里了，你还不说实话？你这……哎呀，行了，你已经把小池的8个助理都给吓跑了，还不够啊？东东，伯母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个诚实又靠谱的孩子。别怪伯父啊，可怜我们天下父母心。
我们从小就想把小植培养成个名媛淑女，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在培养。我们希望她将来长大以后，能够成为闻名世界的钢琴家或者画家，然后嫁给身家只有几亿的老公，过上那种普普通通的平凡人的日子。可是我们管不了她呀，她还是要去做那个抛头露脸的艺人。所以今天伯母请你来家里，是希望你能帮我，不，是以一个母亲的名义求你。今后小植的一举一动，她在做什么，跟谁在一起，都告诉我们好吗？不行的，伯母，田小姐知道会扒了我的皮的。真的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一定不行？一定不行。真的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但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最近都没有打电话给我看八字，怎么放弃了？也是，像你这种超级倒霉体质，大概只能养一只不会死的妖怪在家才安全吧。好，换下一场。下一场，张欣小姐。我先过去了啊。学妖怪算不算啊？小植，李教授，好久不见了。刚下班经过，看你在这边。我听叶琛说你恢复得很好。是啊，这什么事儿都没了。啊，那些等着看我毁容的人都气得半死。哎，对了，安妮现在有10岁了吧？当初我跟叶琛分手的时候，她气着哭着都不肯见我们。现在应该长大气消了吧？我离婚2年了，安妮跟她妈妈去美国了。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没关系，是我对不起他们，只顾着工作，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对了，很多车祸之后都有后遗症，医院有时查不出来。你现在要是没事的话，不如跟我去一趟研究中心，抽个血，做个更详细的检查，就在学校旁边，很快。不用了，我没什么后遗症的。这后遗症刚开始症状表现的没有那么明显。真的不用了，我真没什么后遗症。那边可能会拍到我，我先过去了。李教授回见。哎，小植，你说，我对女婿的要求那么低，那为什么小植每次都嫁不出去呀？哎呀，你也别过度悲观。我们家妹妹的桃花运不断，之前还交了7个男朋友呢。那为什么每次都是分手告终呢？以后啊，她再遇到合适的人，就不让她分手，绝对不让她分手。就像你一样，当年死皮赖脸的牢牢抓住我。老婆大人英明。所以说呀，你不要过度的保护她，只要有几亿家产的老公，让她过上普通的日子，就让她嫁。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
这场车祸是人为蓄意造成的。我需要你配合找到所有可能会对这具休眠体感兴趣的研究所或个人机构。这个我已经在整理了，晚上发到你的电子邮箱。好。喂，怎么了？洗手间在哪儿？在那边。哎，你没事吧？没事，上火而已。你先走吧。萱萱，啊，是张萱萱，萱草妹。萱萱，萱萱。不好意思，让一下。好漂亮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叶老师好。谢谢。萱萱，帮我也签个名吧。不好意思，请让开，这是我的车。谢谢。张萱萱小姐，虽然你很漂亮，但是你也不能挡我车前面啊。叶琛，你下课了？这是你的学生们吗？他们超可爱的。你们好。哦，我和你们叶老师是好朋友，我们约了去吃饭。那今天我们就先拍到这里，好吗？是啊，同学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艺人也是要隐私的哦。再见，继续支持你的。多谢啊。不过现在我们可以聊一聊叶先生性骚扰的事情吧。做女人真是辛苦了。不过，我们现在也可以来聊一聊，张小姐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以前你去拍摄场地接田径直收工的时候，我见过你。而且你劈腿的事情，人尽皆知。对了，你和我前女友不和，那现在我们坐在一起就有话可以聊了。我能理解你和她不和的原因。电视上看起来完全就是小仙女，既漂亮又可爱，像个芭比娃娃。但是私底下脾气和嘴巴真的很坏，竟然到处说我劈腿。警察叔叔，这里有变态！张小姐，过河拆桥不好吧？对手之所以能成为对手，那是因为旗鼓相当。你瞧不起我的对手，也就是瞧不起我。警察叔叔，他刚刚摸我腰，还摸了他的鞋跟。萱萱，你用鞋跟踢他。臭小子，你到底帮谁啊？小乖，你活这么久，给谁熬过粥啊？
那就是没有啦。就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不一样。第一次做，可能不太好吃。你从哪个星球上学的黑暗料理啊？啊？我看书上说，米、水、盐，小火煮1个小时，哪里不对？你到底放了多少盐？书上说少许，所以比米放的少了一些。哼！这个咸度完全可以把我储存起来，时甚200年不化。连小燕那么笨的人都会。记得把碗洗了。已将画和明天见面的时间地点发过去了。好，明天的收网，务必万无一失。小妖怪，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失败啊？活了500年，连个粥都熬不好。我不是厨子，有什么关系呢？倒是你，当演员竟然不会演戏。你说谁不会演戏啊？我现在就出门演戏去。你呢？不会在这准备熬1天粥吧？我告诉你小心啊，别把我们家厨房烧了，要不然我要你的妖秘。我联系上那个收藏画的人了，约了一会儿见面。失忆男主角，祝你好运。姐，你怎么来了？哎，姐，别，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逃课了，姐。之前逃课去院门口静坐，现在要跑来追星。季小炳，你知不知道你明年就要高考了？你真的打算高中毕业后就去工地搬砖是不是？那不是静坐，是守护，是爱的守护。守护你个头啊！你跟变态有什么两样啊？你。需妖怪进入感应范围，他不会是要来偷偷探班的吧？难道是想当面嘲笑我的演技？天剑之，不要怕，你可以的，好好发挥。来了。走。
备，开机。3、2、1，开始。到底是谁把我变成怪物的？你不清楚吗？而且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心里没数吗？既然做了那么多，那么也不差这一项。怎么是这匕首啊？怎么回事？小姐，田径之。流血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快！送小医室去！快！你怎么回事你？老板，这栋楼是还没有对外开放的，不会有人进出。另外，我还在外面安排了人巡逻。拉出距离，不要靠近了。这件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骄傲的猛兽，等你冻上1天1夜，抽干你的血，我看你还怎么骄傲。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是道具师，事先准备好的没有开封的匕首，怎么就变成真的了？这不是我准备的那把匕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管道具，你不知道谁知道？灯光是知道，录音是知道啊！哎呀，真是有可能是变态粉丝，或者是其他跟田小姐不和的女演员错的。哎，这是怎么回事？导演，别再骂他了，应该真的跟他没什么关系。小芝，你的手怎么样？医生怎么说？伤口不深，只要不沾水忌口，很快就好了。只是我的戏……哎呀，没关系，我先拍其他人的，你先好好养伤。你放心，我已经报警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出来是谁做的。那什么，你赶紧先回家先休息休息。哎，谢谢导演。走。心跳怎么这么乱？虚妖怪到底在搞什么鬼啊？停车！心跳声没了，难道薛妖怪在100米之内？田小姐，要下车吗？下车干嘛？我要赶紧回家养伤了。
走吧。不想让我看到你的狼狈样啊，那咱们就明天见。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猛回头》，我是主持人杨亦菲，我是虞姬。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我们还在外工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重磅的八卦新闻要爆料吗？对，这里就是田径直受伤的现场。据说田径直在片场受伤，是因为有人把道具的刀换成了真的刀。幸亏只是歌手的戏，如果是捅心脏的戏，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是的，没错，今年真的是田径直的倒霉年呐，灾祸不断。我建议田小姐可以去找个大师帮您点化一点哦。不过听说警察上午就去勘察了现场，下午就抓到了犯罪嫌疑人。这个犯罪嫌疑人居然是田小姐的超级粉丝啊！什么倒霉年？本小姐活了28年，年年倒霉。你以为我就没找大师算过吗？井我都挖了3口，3口，你知道什么概念吗你？哈，那小学课本上还说呢，吃水不忘挖井人。我没亲自挖，那就不算了吗？还有啊，现在那粉丝那都怎么回事啊？你家里很穷吗？脑子有问题没钱治是吗？无论如何，这脑残片和变态片1日3次，饭后温水服用 ，OK？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老大，你们抓错人了吧？莲花妹是我的女神，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我只是去片场捡来一些莲花妹用过的东西，顺便在网络上炫耀一下。可换匕首真的不是我干的。薛妖怪怎么还不回啊？他不会看完那幅画，想起仇人是谁，自己报完仇跑了吧？薛妖怪终于自己滚蛋了，我自由了！薛妖怪也太没礼貌了吧！好歹走之前跟我说一声是吧？害我一个人在这瞎担心。等等，我这是在担心薛妖怪吗？呵，这个笑话也太好笑了吧！哼，我巴不得他分分钟消失。哼，再说了，他这飞檐走壁的，也没有谁能对他怎么着。薛妖怪不会上当受骗了吧？哎呀，这毕竟没有上过几天网，还是太单纯，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相信骗子的话呢？哎，这骗子也是够缺德的，欺骗一个500多岁的老人家。咦，不过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应该立刻、马上、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羞辱他。行动！怎么一路过来，薛妖怪的心跳越来越怪了？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这田径直，你
你可是来看笑话的，要摆正态度。但这一看就是没有启动的写字楼啊，怎么会有人约在这儿啊？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打不通？在电梯里？哎呀，徐妖怪不会困在电梯里的吧？不行，万一徐妖怪真的被人困住的话，周围肯定有敌军埋伏。走后门，嘿嘿。召唤飞天小蝙蝠。就是这里了。哎，田径之，我就可以当女特工了，好吗？薛仁强，薛妖怪，薛妖怪。薛妖怪，薛妖怪，你在不在啊？在的话，你应一声。这阴森森，我挺害怕的。我在。薛妖怪，薛妖怪，你没事吧？好了。你等等，我报警。不能报警，你是妖怪。你等等我，我马上救你啊！这怎么跟冷酷似的？薛妖怪，你到底得罪谁了？下手这么狠！哎呦，啊，我是没力气了。你不力气很大吗？
继续把他拉起来吧。徐妖怪，这超能力不抗冷啊！那怎么办啊？哎，你坚持一下，我马上想办法啊！徐妖怪，千万别睡啊！这一会儿它就暖和了。对，就这样。你一会儿暖和了就有力气了，坚持会儿啊！徐妖怪，我跟你说，你以后再也不能轻易的相信那些所谓的网友。那电脑前坐的是个人还是条狗，你都不知道。还有啊，以你的身体呢，你就应该随身携带暖宝宝。这暖宝宝是什么呢？就是你往身上一贴，一会儿就发热了。不过，想着你满身贴满暖宝宝的样子，这妖怪就是妖怪，恢复的果然快。嘿嘿。哎呦，妖怪你！你说什么？跑了？对不起，老板，我们可以再找机会啊。你以为他还会再上当吗？已经打草惊蛇了，暂时不要再随便行动。好的，我明白了。没事去救什么妖怪吗？跑腿纵火还伤风受寒的，哼，是我脑子坏了才对。感谢的话不用说了，救你我已经后悔了。我们谈谈。谈什么呀？关于你的一切我都不感兴趣，上当受骗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只希望你能尽快离开，别再给我添什么麻烦。哼，还说什么保护我，现在到底谁保护谁啊？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这样，随随便便许下诺言，然后转眼就忘，反正也不用坐牢是吧？哼，现在倒好，我受伤了，感冒了。也没有办法工作了。哎，
可以走了。你没事吧？我没事。明天就知道闯祸你啊！我们两个最近好像磁铁的正负极，无论什么事情都能碰到一起。这句话一般是用来表白的开场语。李警官，麻烦你配合一点儿，做出个期待的表情。证据不足，人可以带走，但是匕首上只有道具师和男主演的指纹，可金小炳还没有洗脱嫌疑。无论如何，多谢你了。等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小炳，那会是谁？真的只是有人蓄意报复，或是意外？我倒是觉得，这更像是警告。我会查清楚的，但是警察办案讲究的是证据，而不是猜测。怎么回事？我会保护你的。我问，这个是怎么回事？人类伤口的愈合需要时间，如果突然愈合，很容易引起怀疑。而且昨天的事情你也知道，在那种虚弱的情况下，我没法威胁给你。停！我们现在来整理一下关于你的冷门知识。第一，你是地球上移动速度最快的生物，没有意义。第二，你是地球上除了鸟、蝙蝠、蚊子、苍蝇和飞机以外唯一会飞。不对，你那也算飞？不是真正的飞，是通过肺部过滤空气中的氢气，再充满体内的每一个细胞，以达到跳跃的高处和空中时间滞留的目的。而且根本不是我跳得不高，是你太重了。我知道了，你就像大街上卖的氢气球一样。另外，本小姐的体脂控制得非常完美，一点都不胖。好，没有异议。第三，你的血是可以治愈任何疾病和伤口的超级特效药，所以车祸后我不仅没死，还百病全消。你做了好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每当我试图开口告诉你，你就捂着耳朵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你也应该把我的手拉下来，大声地告诉我嘛，搞得像偶像剧里面那些男的一直在那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女的就说“我不听，我不听”，然后他们就像复读机一样循环对白。你听我说，我不听；你听我说，我不听。有这个你听我说的时间，什么误会都解决了。什么是偶像剧？听起来好像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你跟我俩从外形上来看呢，就是一部偶像剧；可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上来看呢，就是一部恐怖片儿。冯洞洞？不是，门口来了3个人，还有3个人在车里等。徐员外，快躲起来！我为什么要躲？少废话，不然我分分钟收回你居住权。不是说和剧组的人员相处得很好吗？你到底是得罪什么人了？他才不会得罪人呢，平时可会装乖了，剧组上下都爱他，除了同组的女演员会不喜欢他。不过昨天就已经把有作案动机和时间的女演员都排除掉了。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死了都不知道得罪了谁。什么？你为什么非让自己的人生过得这么辛苦？普通一点不好吗？田小姐可以准备换药了。不用，那个，我觉得昨天那个医生的包扎技术非常好，我觉得我需要谨遵医嘱，明天我去找他换药。你确定你现在这个样子叫包扎技术很好吗？那
容大于形式。我说不用换就不用换了，谢谢你啊，劳烦你费心啦。可是这样会感染的。哎呀，别管他，他就是个胆小鬼，怕疼，按着也得换。我说不换就不换。田静植，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啊？手心能扒会变断上，到时候会更倒霉的。张轩轩，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放开，要不然快姐快姐，按住他，跟你绝交啊！别让他动，快姐，快姐，你放开啊！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碘酒没了？请，记得明天去换药。我明天一早就去。还有这辈子我最好的朋友，好好拍戏哦。我们谈谈。谈什么？你夺走我初吻的事儿。夺走你初吻？别给我装失忆。车祸的时候，被目击到强吻我的变态就是你吧？你知不知道初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我生命中最期待的美好事情之一，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你给毁了。请问这个世界上有这样报答自己救命恩人的人吗？打个比方，当你喝酸奶的时候，你会不会问酸奶的意见呢？当然。你当然不会问，因为对你来说，酸奶只是食物而已，没有人会刻意去非礼食物。我之所以那么做，只是为了治愈你。你可以把我当成怪物，默认你的初吻还在。那你完全可以割破手指来救我，承认吧，你就是个表里不一、色欲熏心的混蛋。干嘛？我只有用舌尖才能控制愈合的速度。太好了，这样猥琐的技术还真是变态的福音。请问这个世界上，有谁会用这样的词语来称赞自己的救命恩人？我，占了我的便宜还喝我的酸奶，还想叫我感恩？不行，一定要把他赶走。什么基因突变的怪物，根本就是个大色鬼。可是我又不能直接把他赶走，他那么会耍无赖，我又打不过他。对了，可以向场外观众求助。轩轩，这就是我们家的后花园，很漂亮，还有这里全部都是玫瑰花，怎么样？非常好看。那我摘一朵给你。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头特别晕。哎呀！痛，要治疗。张轩轩其实是个超级大花痴，他会把血妖怪当宠物养起来的。叶人渣，教授，可以开始了吗？这个怪物的愈合能力很强，只有舌尖部位愈合慢。先把它的舌头切下来，来，放松，张嘴。不行，活体解剖太残忍了。
小叶。雪灵桥，你已经被包围了。我数3声，你举起双手，否则我们就开枪了。1、2、3。太慢了。不行，小燕她不能有事。算了，还是明天去问问大师吧。喂，好的，我知道了，你们继续找吧。别急，休眠体不会无缘无故消失的。这次是我太大意了，差点重蹈覆辙。不过没关系，他想抓我，我正好可以想个巧妙的办法，主动出击，引蛇出洞。这次又是田小姐救了我，不过她还是在想办法赶我走。你放心，用不了多久，她就会主动求我留下。哎，张大师，以后你会经常参加电视节目吗？我这个人一向都是接受命运的指引。所以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人的命运呢，大师在一生当中。借一不说话。大师，咱们回头采访，我们先走了。田小姐怎么没提前打个电话？怕你不接。田小姐真会开玩笑。大师，这次你一定得帮帮我，我被一个奇怪的东西缠住了，怎么赶都赶不走。脏东西啊？不脏，长得还挺帅的，就是脸皮有点厚，可能还不是一般人。那就是厉鬼缠身呐。就当是吧。哎，大师，你有没有什么符纸啊、法宝啊、阵法啊之类的？就不用杀死他，就把他赶走就行了。你说那是《西游记》，你田小姐，你看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身体也不是很好，能够缠上田小姐的厉鬼，恐怕老夫也奈何不了啊。哎呀，大师，你就不要有所保留了。你的爱徒张轩轩说你可是神算界的这个。解铃还须系铃人呐。什么意思啊？这个事儿是不是因你而起？是。对呀，所以说你就是那个铃儿，不是你就是那个系铃人呐。你想，他能够缠上你，说明他有未了的心愿。你只要帮他把心愿完成，他自然就走。你找我干什么？
什么是我呢？缘分。你说我们是不是很有缘分？你看啊，我用我的血救活了你，你又这样无耻的救活了我。如果你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俩算扯平了。现在你住在我们家，所以我觉得咱俩有必要开诚布公的谈一谈。谈什么？你的真实目的。我说过，我在找一个人。找什么人？名字、性别、年龄、相貌告诉我，我可以去帮你登寻人启事。我说过，我不记得了。不能说这么笼统，我一丝希望都看不到了。我觉得这一劫我是逃不过了，所以把你还能记得的事情告诉我，让我帮你一起找到这个人。不要担心我会遇到什么危险，大不了再让你占几次便宜，当回报社会好了。你要是能帮忙，那就最好了。我要找的是100多年前那个放干了我的血，害我在棺材里躺了100多年的人。放干你的血？你的血不是流不出来吗？那晚你也看到了，如果长时间处在低温之下，我会变得很虚弱，能力也会慢慢的消失。原来如此啊！那你要不要吃冰淇淋啊？看来你的仇人本事不小啊。那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肯冒那么大的风险都要得到我的血，不就是想跟我一样能够长生吗？有道理。可惜我完全不记得他了。我被扔到湖里之前，那10几年的记忆消失了。你那天说你去见了个人，后来发现他不是你的故人。啊，把我从博物馆里租借出来做研究的人。以前我以为他是我的仇人，看来是个误会。不是的。你是说研究中心的李教授？难道你认识他？当然，他是叶琛的研究生导师。我跟叶琛还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去他们家吃饭，人还不错。那天我在学校拍戏，还碰见他了呢。担心我上次车祸有什么后遗症，还建议我抽个血做检查呢。我一想，我的身体估计被你的血改造成什么奇怪的体质了，所以我就拒绝了。是不是很聪明啊？没有什么别的线索了吗？啊，我去过之前曾经住的地方，那里已经变成了供人参观的故居，而且从屋里陈列的物品来看，我极有可能是最早的一批摄影发烧友。如果有什么照片留下来，应该会是最好的线索。在你找到那些照片之前，你这条线索的价值为0。说的也对。所以你就只能等待奇迹出现了吗？那个神秘人知道我已经苏醒过来，肯定会找我寻仇，所以想必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想再次置我于死地。我觉得把我运来做研究这事儿跟他有关系，而你的前男友正在追查这件事。我希望获得他们了解的信息。你这是让我去当间谍吗？我们以前管这叫探子。没人问你这个，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啊？刚才可是你说你要帮我的，你也不想我一直住在你这儿吧？所以这就是你跟我同居的原因？没错。我还以为……算了。怎么？还以为是你的美貌吸引了我？我不美吗？不错，还可以。可惜人妖殊途，死了这条心吧。那你会帮我吗？我有其他选择吗？
这里。你好，请问你想喝点什么？哦，不用了。卡布奇诺不放肉桂粉。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非得把我叫出来？你不知道女明星出现在公共场合容易引起骚乱吗？你的手没事吧？除了这个以外，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人气上涨，接到了不错的剧，还认识了一个神奇宝贝一样的男人，前途一片光明。那就好。也祝你和谢玲丽幸福，小燕弟弟。小芷，不管你相不相信，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我都不愿意看到你受到伤害。少自作多情啦！本小姐铜墙铁壁，刀枪不入，见我哪次分手要死要活的？说吧，今天找我出来什么事儿啊？哦，对了，这是车祸现场拍摄的一张照片，裙子上的出血量和你的伤口明显不相符，很可能是当时的盗窃者也受伤了流的血。你再回想一下，当时现场是否还有其他人？没有。那就奇怪了，裙子上怎么会有这么多血呢？这不合理呀。或许是那2个司机的血，或许是什么动物的血。位置不对，不可能是司机，现场更没有出血量那么大的动物尸体。可惜啊。可惜什么？可惜那条裙子找不见了。那真是太可惜了。是你从医院拿走的吗？我要那条沾满泪水跟鲜血的裙子干嘛？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我什么都不记得。你把车借别人了？车和男友不外借，这是我的原则之一。手受伤了，所以我今天打车来的。1个月整理一次拍卖档案根本就没必要嘛，一季度一次就好了。好了，不要抱怨了，我们先去办公室把上个月的资料报过来，等下请你吃宵夜。真的？那就让你破费了。走。晚上吃什么？你想请我吃什么？上个月的资料还挺多的呢。是啊，我整理半天呢。行了，别抱怨了。好吧。怎么了？没事儿。你找谁啊？这间房子当时是低于市价很多钱买来的，邻居说前任的房主卖了家传之前的古董后就搬走了。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我能不能问一下，你找他们干什么？那家人可能是我的故人。故人？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从台湾过来寻亲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但是你这种情况，警察不能帮到你吗？警察为什么会帮我？警察局的系统里有每个人的信息，只要知道名字，找一个人应该不难。不过你应该要证明的是，你的确在找试探的亲属吧？
叶老师喜欢的柠檬苏打。谢谢，不用这么客气吧？去警察局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对你来说，什么事情都是举手之劳。把生活有困难的学生招进研究中心是举手之劳，去警察局帮忙保释也是举手之劳。你那么多的举手之劳，对我来说都是救命一样的天大恩情。太贵的我也请不起，不过学校的餐厅还是可以随便点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叶老师这么好的男人，肯定有女朋友了吧？还没有，不过感兴趣的倒是有一个。什么？你被叶人渣非礼了？是啊，一牵扯到你的前男友们，事情就会诡异的往一个倒霉的方向发展。比如叶人渣因此而爱上了你。我还没见过看不上我的男人。我担心的是，他想通过我来了解你的情况。他那才不是关心我呢，他是想那具苏醒的休眠体。苏醒的休眠体？电视上不都这么演的吗？哎呀，以我对叶人渣的了解吧，他要爱上你那是分分钟的事情啊！你根本就是他的择偶范本。So what? No way! 耶！发生什么事了？喂，你好，我的信用卡好像被盗用了。什么？银行网上商城送货上门？送哪儿？金花园30号。那是你自己家。那个，我有急事，我先走啊。明天片场见啊。哎，经理。我买了个相机，配了几个镜头。既然我以前喜欢摄影，现在想用它找回一些当时的记忆。我的底线里有3样东西别人是不能碰的：第一，我自己；第二，我的钱；第三，我的男朋友。我刚刚学会网购，之前因为没有卡，只能去银行排队汇钱。真的很麻烦。今天我看到桌上有张卡，没有密码，所以我就借用一下，反正也没有多少钱。你以为钱很好挣是不是？只有没钱的人才会觉得钱不是问题。虽然你觉得自己只喝点汤汤水水就可以活下去没问题，但是在这个年代里，没有钱简直寸步难行，好吗？满身的名牌，偷遍商场无敌手了吧？你不要乱说。但是偷东西真的很 low 哎，死了下地狱是要被剁手的。我没有偷东西，那些东西都是……啊，不是偷啊，那就是骗喽。对了，你的深情一笑甜死糖尿病人，要是被那些富婆们看到的话，估计你要天上的星星他们都要买给你啊。田静之，你怎么可以因为一点点钱，就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呢？哼，践踏！下周搞错没啊你？你拿什么还啊？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准备就这样一直下去了吗？我是说，你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你的仇人，就算找到了，报了仇，你以后还是要生活下去的嘛。
现在的社会跟100年前差很多，到处都是电子眼，如果被拍到飞来飞去的话，会被拿去做研究的。而且，没有一个正常的身份跟工作，也很容易被人怀疑的。我不会连累你的。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好，我承认我刚才说的有点过分。但是一个很穷的女演员莫名其妙收到扣款信息，心情会变得很差的。所以，我不怪你，你也不要怪我嘛。咱俩算扯平了。人家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10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哎呀，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啦。我也不希望你被迫去深山老林当野妖怪嘛。那你有什么高见呢？喂，是伯母啊？洞洞啊，今天咱们家小侄怎么样了？今天上午田小姐在家里睡懒觉，下午张娟娟小姐约她喝了下午茶。明天早上田小姐可以复工了。明天复工啊？那妹妹今天晚上她一定不该吃饭。哎，她胃不好啊，你呢，就到市中心那个法国餐厅，去帮她买个芝士蛋糕哦，默默的啊。对对对，好嘞，我待会儿就打电话问一下，看除了芝士蛋糕，他跟表兄弟还想吃些什么东西。哪个表兄弟啊？就是那个长得很高，身材很棒，帅到没朋友的表兄弟。暂时住在田小姐家2天。哦。伯父，我还在开车，要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啊，好好。他哪个表兄弟都是精英，有哪个需要暂时住在他家里的？阿奇呀，阿奇最疼他了，他可能知道他受伤了，就跑去照顾他了，啊？对，应该就是阿奇。哎，你再使点劲儿，我的肌肉都快睡着了。忘了，刚才说话都忘了。笔姓薛，名灵桥，灵桥2字是我母亲所取，意为美好而高大，这是母亲的愿望。名字都是父母送给我们的第1份礼物。初次见面，我们要互通姓名，这是了解彼此的第1步，好吗？小志，教小朋友是很需要有耐心的。哎，你介绍这帅哥还真不错。馆长爸爸满意就好啦。原来小时候在这学跆拳道，馆长爸爸那么照顾我。介绍个人嘛，举手之劳啦。我年纪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次啊，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不过，他真不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吗？都说了，他欠我钱。哦，这年头还有谁敢欠你钱？那不是一辈子要赔进去吗？既然不是你男朋友，我就放心了。否则啊，没2天你就吃醋，就不让他来了。看什么？你千万不要对别人笑，光看脸就已经能把3到80岁的女人都通杀了。那跟你那个警察前男友相比呢？不要提他。你昨天不是去见他了吗？我说了不要提他。就是这样笑。你喜欢？谁不喜欢漂亮的人啊？你也是因为我漂亮才救我的吧？绝对不是。不过，你真的是一位善良的人。知道就好。也只有我这种好心的人才会收留你这种3无产品。
等等，为什么是你在开车啊？放心，我有驾照。上次办假证的时候遇到促销，买2送1，我办了护照和学历证，就送了我1本驾照。所以你之前在国外开那种加煤的车，每开10几分钟就要停下来去加1次煤？那如果万一你开到路上没有煤了呢？怎么办啊？是发生过这种事，只能停下车来，自己跑去把煤买回来。真是笑死我了，太尴尬了吧！要停下来去加煤，你自己明明就跑得飞快，为什么要去开那加煤的车呢？要想成功的隐藏在人群里，就要保持正常人类的生活节奏和速度，否则很容易被人发现。再玩1次呗。不行，上次是特殊情况，只能1次。拜托拜托，最后1次，真的最后1次，就一下下，绝对不会被发现的。你说的最后1次哦。我要去那里。出发喽，神奇宝贝！冯洞洞，现在摆在你面前有2条路。第一条，就是把你的嘴巴给我闭得像蚌壳一样紧的撬都撬不开。第二嘛，就是把你跟这个秘密一起装进汽油桶里，然后灌满水泥，让它永远石沉海底。东东，冯助理，冯洞洞，刚才那个，你看的没错。还嫌不够麻烦？我已经说了会被人发现，可是你偏要玩，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那你起飞之前不会确认一下降落地点有没有障碍物的？我说过了，那不是飞。我当然知道你那不算飞，跳蚤跳的都比你高。那真是对不起了。如果下次我是抱着你的智商跳的话，相信一定比跳蚤跳得高。你骂我没智商？这死妖怪敢骂我没智商？我说的只是客观事实而已。你这个被放干血做成休眠体放在棺材里100年，醒来以后连仇人都不知道是谁的超级白痴怪物，敢嫌我没智商？呵呵呵，我这辈子就指这冷笑话活了。那倒是，有个倒霉鬼呢，出个车祸都能苏醒一具休眠体。你本来就是一本冷笑话大全。你太酷了，哥！我需要和你见一面，可以吗？
发小红色警报，真实拍摄午夜怪物出没。什么呀？糟糕，大小哥被拍到了。 网站小编放话说，点击要是到了5000万，就要放36秒的清晰露脸版本。哎，田小姐，你不要走来走去了，好不好？我都快急死了！这要露脸的话，全世界都知道我家有个妖怪了。哎，我说你是不是奶喝多了，能量没地方使，跑去跟猫赛跑？哎，这5000万点击量很难的吧？一般来说。 有个2000万的点击量就算是超级热门了。哎，我早上看的时候还是有100多万的点击量呢。点击量已经到300万了。有什么好紧张的？没有哪条法律说收留500岁的人会被判刑的。我已经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了。 你不是便便侠吗？就不能黑掉他们的服务器吗？我可以黑掉服务器，但我黑不掉原始文件呀。而且这是犯罪，我会被抓起来的。这样你就没有助理了。起开，助理可以再找。哎，趁现在还没人知道你在这儿，君子报仇10年不晚，赶紧走吧。不行，下午霸道总裁爱上我有重播。 看什么呢？这么开心？地位爱好者骗人的小把戏。老师，下半年的研究经费已经到账了，真没想到那么顺利。我还以为休眠体丢失损失那么大，资助人已经对咱们失望了呢。对了，老师，资助人到底是什么人啊？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出面，还真是低调。好像是个狂热的医学爱好者，不清楚。 哎，老师，你感冒了？没事儿，着凉了。一定又是通宵工作了吧？等安妮放暑假从美国回来，看到你还是这样通宵达旦的工作，一定会掉头就走的。对不起啊，老师，我没别的意思。没关系，你说的没错。安妮和她妈妈就是这么离开我的。 不过这次一定能行，叶琛，你是我最有天分的学生，你和我一起，我们说不定可以改变全人类的未来。好的，老师，不过你还是好好休息吧。你不相信？你也觉得我做梦？我并不是不相信您，而是如果您再继续这样消耗您自己的身体健康，在您倒下之前，想要合成出那种完美的修复酶，除非是发生奇迹。 干什么呢你？你知道这衣服有多贵吗？把你卖了你都赔不起，你懂吗？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啊，我的女人。天亮了，那就让王氏集团破产吧。
的一点都不紧张吗？紧张。男主角的未婚妻想谋杀张萱萱小姐。随便你。我跟你说，这偶像剧一点逻辑都没有。张萱萱脖子上那条项链是她外婆留给她的，价值可以买10间餐厅的，她自己就可以让王氏集团破产。那个男主角算哪根葱啊？还有，为什么电视剧里的每一个男1号都喜欢女1号，把我们女2号放在哪了？真是有没有逻辑啊？还有你连出现在剧本里的资格都没有，没记忆没朋友，都没有办法交代剧情的，只能跟动物对话。我说完了。貌似门铃已经响很久了，请女2号去开门。田小姐，你快点收拾吧，我们还要去片场化妆呢。哥，哥，上次你说想喝新鲜的荔枝果汁，东东特地给你找来了。想到今后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哥千万不要忘了东东啊，好不好？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鄙人姓张，经营一家小的侦探事务所，受人之托来跟您谈点生意。您是哪家广告商？好，我的委托人要您36秒清晰版的视频。现在的同行真是疯了，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我说张侦探，你的委托人到底能出多少钱？跟他说，2天之后点击率绝对超过5000万。我们说好的，给他50万独家买单费用，让他把更新视频发过来。你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发布就不用他管了。反正他要的是钱，张侦探也说价钱可以商量，那我们就如实告诉他，不会发布好了。发吧。嘿，胃口不小啊，兔崽子。